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重回故乡是为了给无疾而终的青春画上句号，但在初恋女友的婚礼上，沉默却成了新郎李伟炫耀的靶子和全场的笑柄。怎么，这就走了？李伟轻蔑地将2包好烟塞向他，拿着路上抽。别说老同学不照顾你。在一片哄堂大笑中，沉默的沉默被当成了落魄的证明。他一言不发，转身走向大门。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场羞辱以他的狼狈而逃告终时，门被推开，一个冷静的声音响起，瞬间让整个喧嚣的婚宴陷入死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那封烫金的婚礼请柬是被秘书小张夹在一叠需要紧急批阅的文件里，一并送进沉默办公室的。彼时，窗外的夕阳正为这座繁华的城市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边，车流如织，生生不息。沉默刚刚结束一个长达3小时的城市发展规划会议，正有些疲惫地揉着眉心。市长，这是今天下午刚收到的您的几封私人信件。小张轻声说道，将信件整齐地放在桌角。他的目光在其中一封尤其精致的红色信封上停留了半秒，但职业的素养让他没有多问一个字。沉默点了点头，目光随意地扫过，随即定格。那信封的材质极好，微微泛着细腻的珠光，上面用一种略显浮夸的潇洒字体印着2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李伟与王晓。王晓，这个被他用尽全力尘封在记忆最深处的名字，就这么毫无征兆的带着一股往事的尘土气息，猛地撞了进来。沉默的指尖在触碰到那信封边缘的瞬间，竟感到一阵细微的，仿佛来自灵魂深处的电击般的刺痛。他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收回了手，身体重重地向后靠在宽大厚实的真皮椅背上，胸口传来一阵久违的熟悉的沉闷感，像是被一块湿透了的棉花堵住。他挥了挥手，示意小张可以先出去。办公室的门被轻轻带上，隔绝了外界的一切声音。这间宽敞的有些空旷的办公室里，只剩下他和那封如同潘多拉魔盒般的请柬。他闭上眼睛，试图将脑海中翻涌的画面压下去，却只是徒劳。那个扎着清爽马尾，在洒满金色阳光的操场上对他回眸一笑的女孩，脸庞清晰如昨。那个在寒冷的冬夜里偷偷将一个滚烫的烤红薯塞进他冰冷的手中，自己却哈着白气，冻得直哆嗦的女孩，温暖了他的整个青春。也是那个在毕业前夕，隔着一张摆满了空酒瓶的桌子，流着泪，一遍遍对他说：“沉默，我们算了吧，我爸妈是不会同意的女孩，击碎了他所有的幻想。至于李伟，他当然也记得。那个总是穿着最新款的运动鞋，开着家里那辆在当时看来无比气派的桑塔纳，在学校门口等王晓的男生，那个每次看向他时眼神里都毫不掩饰地带着一丝居高临下的轻蔑与优越感的同班同学。原来命运的剧本早已在那个时候就写好了结局，他们最终还是理所当然地走到了一起。去还是不去？这个问题像2只无形的手，在他的心里反复地撕扯、拉锯。以他如今刚刚履新的身份，回到那个承载了太多复杂回忆的小县城，出现在前女友的婚礼上，无论怎么看，都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甚至荒唐。可若是不去，那是否意味着他内心深处依然是那个面对李伟时自卑怯懦的穷小子，连直面过去的勇气
都没有。他长长的吐出一口气，仿佛要将积压在胸中多年的郁结之气一并呼出体外去。必须要去，他对自己说，不为炫耀什么，也不为挑战谁，甚至不为那虚无缥缈的重逢。他只是需要一个仪式，一个亲手为自己那段兵荒马乱、爱恨交织的青春画上一个完整的、再无牵挂的句号的仪式。他决定，就当一个最普通的老同学，去送上一份最普通的祝福。周五下午，他将手头的工作处理完毕，把秘书小张叫了进来。小张，这个周末我需要回一趟老家，处理一点很重要的私事。好的，市长，需要我安排车辆和随行人员吗？小张立刻问道。不用，陈默摆了摆手，完全是私事，我自己过去就行，不要惊动任何人。如果有紧急事务，电话联系。明白。小张没有再多问，只是在心里默默记下了市长不同寻常的严肃表情。陈默没有动用那辆牌号特殊的黑色公车，而是自己用手机软件买了一张再普通不过的高铁2等座车票。当他背着一个简单的双肩包，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走进车站时，没有人多看他一眼。这种久违的被淹没在人海中的感觉，让他感到一种莫名的放松。列车平稳的启动，窗外的摩天大楼与立交桥缓缓被连绵的田野和起伏的山丘所取代。这片熟悉的土地正以一种既亲切又陌生的姿态迎接他的归来。那些曾经低矮破旧的瓦房，许多已经变成了崭新气派的3层小楼，外墙贴着亮闪闪的瓷砖。那些曾经一到下雨天就泥泞不堪的土路，也被平坦宽阔的柏油马路所取代。唯一不变的，或许就是远方那带青色的山脉轮廓，以及自己此刻这五味杂陈的心情。他的思绪随着列车的节奏回到了遥远的过去。他想起那个夏天的午后，他和王晓逃了自习课，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去了很远的河边。河边的风吹动着他的长发，也吹动着他年少的心。他笑着问他：陈默，你以后想做什么？他看着波光粼粼的河面，认真地说：我想去大城市，我想让你过上好日子。那时的誓言真诚而滚烫。他又想起自己第一次见到李伟开着车来接王晓，车窗摇下，李伟那张带着一丝痞气的笑脸，和王晓坐上副驾驶时脸上那抹无法掩饰的虚荣与喜悦，像一根刺，深深扎进了他的心里。从那天起，他感觉有什么东西已经悄然改变了。最痛苦的记忆是那场分手的对话。在学校后门那家烟熏火燎的小餐馆里，王晓哭红了双眼。我爸妈说我们不合适，李伟家里能帮我安排工作，他爸和我们县教育局的领导是朋友。陈默，对不起，我累了，我不想再偷偷摸摸，也不想再跟我爸妈吵架了。你那么优秀，以后一定会有出息的，但我等不起了。他当时说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大概是一些苍白无力的挽留，只记得最后他一个人喝光了桌上所有的啤酒，胃里翻江倒海，心里却空得发慌。他发誓一定要混出个名堂来，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而是为了不辜负自己曾经受过的苦难和屈辱。这些年，他几乎是用一种近乎自虐的方式在奋斗，从最基层的乡镇科员做起，主动去最偏远、最艰苦的地方。他用脚步丈量过辖区的每一寸土地，用汗水换来了一个又一个实实在在的业绩。当同龄人还在为晋升一个副科级而焦头烂额时，
他已经因为出色的工作能力被破格提拔，这条路上的艰辛与孤独，只有他自己知道。当他终于接到那纸调令，成为这座林市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市长时，他没有欣喜若狂，他只是在那个深夜独自一人，对着窗外的万家灯火，静静地坐了很久。他想，如果当年的王晓能看到这一幕，会是怎样的表情？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便被他强行掐断。一切都过去了。高铁到站的提示音将他从深长的回忆中拉回现实。他走出车站，一股夹杂着泥土和草木清香的空气扑面而来，这是独属于家乡的味道。他拦了一辆出租车，对司机报出了那个在县城里无人不知的名字——金碧辉煌大酒店。司机从后视镜里打量了他一眼，笑道：“小伙子，回来喝喜酒的吧？今天李老板的公子结婚，包了整个酒店，排场大得很呐。”陈默只是笑了笑，没有接话。酒店门口的景象比他想象中还要夸张。巨大的彩虹气球拱门下，站着一排穿着红色旗袍的迎宾小姐，高音喇叭里循环播放着震耳欲聋的流行歌曲。长长的红地毯从门口一直铺到马路边，两旁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花篮，上面的祝贺条幅随风飘动。陈默穿着一身深色的休闲夹克和牛仔裤，背着双肩包，夹在一众衣着光鲜的宾客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走到礼金台前，在一个红色的签名簿上看到了许多熟悉的名字。他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红包，递了过去。负责收礼金的是个中年妇女，她头也不抬地接过红包，用笔在上面做了个记号，然后大声唱着：“老同学，陈默，礼金1200元。”这个数额在今天的场合里不上不下，既不寒酸，也绝不出挑。负责写礼单的人抬头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满是陌生和敷衍，然后低下头，在礼簿上草草写下了他的名字：陈默、陈林、陈可。对于他们来说，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名字，引不起任何人的联想。宴会厅里早已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像一个巨大的烧开了的水壶。空气中混合着饭菜的香气、酒精的味道和人们的喧闹声。水晶吊灯散发着耀眼的光芒，每一张铺着金色桌布的圆桌上都坐满了人。陈默被一个服务员引导到了靠近角落的一张桌子，桌牌上写着新郎新娘老同学。桌上已经稀稀拉拉的坐了5、6个人，都是些有些印象但又叫不出全名的面孔。大家看到他，只是短暂的抬起头，露出一个社交性的、略显尴尬的微笑，算是打了招呼，随即又各自低头，继续玩着自己的手机。曾经在球场上勾肩搭背，在课堂上互传纸条的青春情谊，似乎早已被岁月和现实冲刷得一干二净，彼此之间只剩下了一层薄薄的、客气的隔膜。陈默安静地在空位上坐下，没有主动找谁搭话，只是默默地打量着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环境。突然，全场的灯光暗了下来，一束追光灯打向了宴会厅的入口。婚礼仪式开始了。在激昂的婚礼进行曲中，当身披洁白婚纱的王晓挽着他父亲的手，在干冰营造的缭绕雾气中缓缓走出时，陈默的心还是被看不见的针轻轻地刺了一下。她化着精致的妆，依旧美丽动人，只是那张她曾无比熟悉的脸上，那种独属于少女的不谙世事的纯真，已经被一种更为成熟、精致，
甚至带着一丝精明和现实的妆容所彻底覆盖。他脸上的笑容很标准，很完美，像是经过了千百次的练习。陈默远远地看着，像一个闯错了片场的局外人，沉默地观看着一场与自己无关，却又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盛大演出。在某个瞬间，当王晓按照司仪的指示，微笑着面向来宾挥手致意时，他的目光不经意间扫过了陈默所在的这个偏僻角落。在那万分之一秒的对视中，陈默清晰地看到他脸上的笑容出现了瞬间的凝滞，他的瞳孔微微收缩，那里面闪过了一丝无法掩饰的惊讶、错愕，还夹杂着一缕他读不懂的极其复杂的情绪。但仅仅1秒之后，那丝情绪就被他完美地掩饰了过去。他不动声色地移开目光，继续保持着那无懈可击的微笑，仿佛刚才看到的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普通宾客。陈默端起面前的酒杯，将杯中橙黄色的饮料一饮而尽。那冰凉甜腻的液体划过喉咙，却让他那颗有些混乱的心慢慢清醒和平静了下来。冗长而俗套的仪式终于结束，宴会正式开始，气氛再次变得热烈起来。新郎李伟换了一身红色的中式礼服，满面红光，带着新娘王晓，开始一桌一桌的敬酒。他显然喝了不少，走路的步伐都有些飘。每到一桌，他都以一种主宰者的姿态，高声嚷嚷，和宾客们勾肩搭背，享受着全场的焦点和奉承。终于，他们来到了老同学这一桌。哎呀，同学们，今天哥们我大喜的日子，你们能来，就是给我李伟天大的面子。啥也别说了，都在酒里，大家一定要吃好喝好。他大着舌头，高声嚷道，引来一片善意的哄笑。然后，他的目光在桌子上扫了一圈，最终像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一样，牢牢地锁在了角落里的陈默身上。哟，我当是谁呢？这不是咱们当年大名鼎鼎的大学霸陈默吗？李伟的语调夸张地扬了起来，带着一种刻意的戏剧性的惊奇。唰的一下，全桌甚至邻桌的一些人的目光都瞬间聚焦到了陈默的身上。真是稀客啊！毕业这么多年，除了同学群里，就没见你冒过泡，今天怎么想起来回来了？李伟搂着王晓的腰，将她往自己身边又拉了拉，一步步走到陈默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王晓的脸色微微有些不自然，她白皙的手指在李伟的胳膊上轻轻碰了一下，似乎是想提醒他什么，却被李伟毫不在意地忽视了。陈默平静地站起身，脸上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客气的微笑，举起酒杯，恭喜你，李伟，祝你和王晓新婚快乐，百年好合。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哎，光说恭喜多没意思啊！李伟却完全没有放过他的意思，他那双带着酒气的眼睛肆无忌惮地上下打量着陈默那身普通的休闲装，眼中的轻蔑几乎要化为实质溢出来。这么多年没见，跟同学们说说，现在在哪儿发大财呢？我可一直记得，当年老师们都说你前途无量，现在肯定混得相当不错吧？这番话看似是老同学间的寻常问候，实则每一个字都充满了不怀好意的陷阱。不等陈默回答，李伟便仿佛是怕他抢了风头一般，自顾自地开启了他的个人表演。不像我啊，我这个人读书不行，脑子笨，不是那块料。他嘴上说着自谦的话，下巴却抬得老高，充满了炫耀的意味。没办法，只能回家继承我爸那个半死不活的小破厂子。谁知道这几年运气好，赶上政策了，生意还行，
也就勉强混口饭吃。去年刚把那辆开了几年的宝马给换了，弄了辆保时捷开，也就是个代步工具，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同桌的几个早已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的同学，立刻心领神会地开始随声附和：“伟哥，你这就太谦虚了。谁不知道你的伟业建材现在是咱们县的内税大户，县里好几个大工程都是你供的料。”一个戴着眼镜的男同学谄媚地笑道：“就是，伟哥现在可是咱们同学里混得最好的了。小小嫁给你，那真是掉进福窝里了，有福气。”另一个女同学也赶紧补充道。李伟听着这些奉承，脸上的得意之色更浓了。他甚至伸出手，重重地拍了拍陈默的肩膀，那力气大的让陈默的身体微微晃了一下。陈默，你怎么不说话啊？别谦虚啊，跟大家伙分享你的成功经验嘛。是不是在哪里当大老板了？还是进了什么国家单位，当上处长、局长了？他的每一个问题都像是一把软刀子，看似无形，却刀刀扎向要害。陈默只是淡淡的笑了笑，重新坐下，给自己倒了一杯酒，轻声说道：“我就是个普通人，做点普通的工作，没什么好说的。今天你是主角，大家多敬你才是。”他不想，也觉得没必要在王晓的婚礼上和这样一个醉醺醺的人争辩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这份超乎寻常的沉默与退让，在李伟和众人看来，却成了窘迫、落魄与无言以对的最好证明。李伟的胆子更大了，他感觉自己已经完全掌控了局面，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他要在王晓面前，在所有老同学面前，彻底地、毫无悬念地碾压这个曾经的情敌。他端起酒杯，用一种过来人的、充满说教意味的口吻，对着同桌的其他人说道：“你们看，我跟你们说，读书好真的不一定有用。这年头，脑子活、会抓机遇才是关键。你们想想，想当年，陈默可是咱们班的第1名，每次考试都甩我8条街。我呢，万年吊车尾。可结果呢？”他故意停顿了一下，摊开双手，仿佛在展示一件他最得意的战利品。结果，他现在默默无闻，连自己做什么都不好意思说。而我老婆却是他当年费尽心思都追不到的班花。轰的一声，满桌的人都爆发出了一阵哄堂大笑。这笑声尖锐而刺耳，有的是真心觉得好笑，有的则是为了迎合李伟。但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这笑声都像无数根钢针，狠狠地刺向沉默的耳膜。王晓的脸上血色尽退，他用力地拽着李伟的衣袖，声音里已经带上了一丝无法掩饰的哀求和羞恼：“李伟，你喝多了，别说了，同学都看着呢。看着怎么了？我说的不是事实吗？”李伟被酒精和长久以来埋藏在心底的嫉妒彻底冲昏了头脑，他一把甩开王晓的手，声音更大了：“我今天就是要让某些人看清楚，癞蛤蟆就是癞蛤蟆，就算读再多书，也永远别想吃上天鹅肉。”他越说越兴奋，甚至开始绘声绘色地向众人描述当年陈默家境如何贫寒，为了省钱，一天只吃2个馒头就白开水，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外套穿了整整1个冬天。那些被岁月尘封的、带着屈辱和心酸的过往，被他当成一个个精彩的笑话，添油加醋地抖落出来，供全场人取乐。陈默一直低着头，面无表情地看着自己面前那个盛着橙汁的玻璃杯，杯壁上凝结着细小的水珠，正缓缓地滑落，像一滴无声的眼泪。他能感觉到全桌，
甚至邻桌投来的那些幸灾乐祸、同情、鄙夷的目光，他也能感觉到王小娜带着愧疚与不安的灼人的视线，但他没有抬头，也没有反驳，因为他知道，任何反驳在此时都只会显得更加苍白无力，只会让李伟更加得意。他的内心出奇的没有愤怒，那股年少时的屈辱感，在经历过这么多年的风浪后，早已被磨平。此刻占据他心头的是一种深深的悲哀和厌倦。为王小感到悲哀，他选择的就是这样一个浅薄、虚荣、毫无尊重的男人，也为他自己那段曾经视若珍宝的青春感到悲哀。原来在别人眼中不过是一场笑料，他觉得够了，再待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这个句号他已经亲手画下，虽然过程并不美好，但终究是结束了。于是在李伟的又一轮高谈阔论中，他平静地放下只喝了半杯的酒，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站起了身，准备离开。他的动作很轻，没有发出太大声响，却像是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颗石子，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李伟正说到兴头上，见他要走，以为他是终于承受不住羞辱，要落荒而逃了，脸上的笑容瞬间变得更加张狂和得意。哎，怎么了？这就走了？他故意高声喊道，那音量大的足以让临近几桌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别急着走啊，喜酒还没喝完呢，我这儿还有几条好烟，一般人我都不给的，你带上路上抽。他说着，真的从他那昂贵的西装口袋里掏出2包包装精美的香烟，像是在打发一个上门乞讨的叫花子一样，不由分说的就要往陈默的手里塞。那轻蔑的姿态，那施舍般的语气，将这场羞辱推向了最高潮。整个宴会厅的目光都像是被磁石吸引的铁屑，牢牢地聚焦在这极具戏剧性的一幕上。所有人都等着看陈默要如何接下这最后的带着滚烫羞辱的赏赐。陈默没有伸手去接，也没有躲闪，他只是静静地看着李伟，眼神里没有愤怒，也没有屈辱，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平静，平静得让人心慌。他转身，不再看任何人一眼，一步一步沉稳地走向那扇隔绝着2个世界的宴会厅大门。他的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众人嘲弄的心跳和期待的鼓点上。他走到那扇沉重的雕着繁复花纹的木门前，正要伸出手去拉开，就在这时，那扇门却从外面被一股轻柔而果断的力量推开了。一个身影出现在门口，逆着走廊的光，轮廓显得格外清晰。那是一个穿着一身合体得体的深色西装，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气质干练而沉稳的年轻人。他不是宾客，因为他的脸上没有任何参加宴会的轻松与喜悦，只有一种职业性的严肃和专注。年轻人的目光在喧闹的大厅里迅速扫了一圈，像一台精准的雷达，立刻就锁定了站在门口的陈默。他脸上露出一丝如释重负的表情，他没有理会周围投来的好奇目光，快步走到陈默身边。他先是看了一眼手腕上那块并不起眼但价值不菲的手表，然后微微欠身，用一种清晰、沉稳但又足以让周围几桌人听得一清二楚的音量，恭敬地一字一句地说道：“市长，时间差不多了，省里和几个重要投资商的视频会议9点准时开始，我们得动身回市里了。”市长这2个字像一颗平地惊雷，毫无征兆地在喧闹的宴会厅里轰然炸响。那是一种怎样恐怖的冲击？
上一秒还充斥着哄堂大笑、杯盘碰撞和高声划拳的俗世喧嚣，在这一瞬间，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巨手狠狠扼住了喉咙，按下了静音键。时间凝固了，空气静止了。李伟脸上那张狂得意的笑容瞬间凝固，那是一种混杂着震惊、荒谬、滑稽与极致恐惧的复杂表情，仿佛一尊正在融化的、表情扭曲的蜡像。他那只准备塞烟给陈默的手，就那么僵在半空中，像一个滑稽的慢动作镜头。新娘王晓下意识地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一双美目睁到了最大，眼中是全然的、颠覆了他所有认知的难以置信。仿佛在这一刻，他才第一次真正认识眼前这个他曾经抛弃的男人。整个大厅数百名宾客，无论是谁，无论在做什么，所有人的动作都在这一刻定格。有人举着酒杯停在嘴边，有人夹着菜的筷子悬在半空，有人张着嘴正要说笑，却只发出了一个无声的口型。全场数百道目光像几百只瞬间点亮的探照灯，穿透了炫目的水晶灯光和缭绕的饭菜热气，死死地一动不动地定在门口那个他们刚刚还在肆意嘲笑的衣着朴素的男人身上。陈默没有回头，他甚至没有再向李伟和王晓的方向瞥去，哪怕1/1000秒，仿佛身后那满厅的石化与震撼都与他毫无关系。他们只是两尊与自己无关的雕像，一出与自己无关的闹剧。他只是对着身边焦急等待的秘书小张，平静无波地点了点头，从喉咙里淡淡地吐出2个字：走吧。说完，他便率先迈步走出了那扇门，将身后那个已经彻底失控的、充满了荒诞与死寂的世界彻底隔绝。小张立刻转身跟上，在出门后，他还以一种极其专业的、几乎是下意识的动作，回手将那扇沉重的木门轻轻带上。咔嗒一声轻响，像是一声宣判。两人一前一后，身影很快便消失在门外长长的、铺着红地毯的走廊尽头。他们自始至终没有对刚才的闹剧做出任何一句解释或反驳，可这个无声的结局，这个平静的退场，却是最响亮、最震耳欲聋的回击。宴会厅里的绝对死寂大约持续了10几秒，这10几秒漫长的像一个世纪，然后死寂被更巨大的、如同炸开锅一般的嗡嗡声所彻底取代。市长，我刚才没听错吧？那个人叫他市长。哪个市的市长？咱们市的市长不是姓刘吗？我都见过好几次。你傻啊？人家说回市里开会。天哪，难道是隔壁市新上任的那个？我听说非常非常年轻，他就是陈默，就是刚才被李伟。我的天哪，这简直……窃窃私语声压低了嗓门的惊呼声，倒吸冷气的声音交织成一片混乱不堪的交响乐。整个婚宴的焦点已经彻底、永久的偏移了，再也没有人关心新郎新娘，再也没有人关心下一道菜是什么，再也没有人有心情推杯换盏。所有人都像着了魔一样，疯狂地与身边的人交换着眼神，打听着、猜测着，试图拼凑出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颠覆性的真相。而李伟则从刚才全场的焦点变成了全场的笑话，他依然僵在那里，脸色由红转白，再由白转青，最后变成了一片毫无血色的死灰。他手里的那2包准备施舍给陈默的香烟终于拿不稳了，啪嗒一声掉在了地毯上，像2件罪证。周围那些刚刚还在拼命奉承他的同学和朋友
此刻都像躲避瘟疫一样，下意识地与他拉开了一点距离，看向他的目光里充满了看小丑般的，混杂着同情、讥讽与幸灾乐祸的复杂情绪。那记无形的耳光，此刻正火辣辣地灼烧着他的脸，让他无地自容。王晓怔怔地站在原地，目光空洞地望着那扇已经紧闭的大门，震惊、悔恨、茫然、羞愧，种种复杂到极致的情绪，在他那张画着精致新娘妆的脸庞上交替出现，最后只剩下无尽的苍白与茫然。他精心筹备，万众瞩目，本该是他一生中最风光、最幸福的婚礼，在这一刻，因为她丈夫的浅薄与愚蠢，因为那个她以为早已被踩在脚下的男人的归来，彻底沦为了一场彻头彻尾的贻笑大方的闹剧。她自己就是这场闹剧中最可悲、最滑稽的主角。她缓缓转过头，看着身边那个已经面如死灰、精神崩溃的男人，那个她为了所谓的现实和前途而选择的丈夫，眼神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充满了无尽的陌生与绝望。黑色的红旗轿车像一头沉默的野兽，平稳地滑入夜色，将身后那片喧嚣与混乱远远地抛在灯火阑珊处。车内安静无声，与酒店里那几乎要将屋顶掀翻的嘈杂判若两个世界。司机专注地开着车，通过后视镜，他能看到市长疲惫地靠在后座上，闭着眼睛，一言不发。秘书小张从车载冰箱里拿出一瓶未开封的矿泉水，熟练地拧开盖子，然后上半身微微前倾，恭敬地递到后座。市长，喝点水吧，润润嗓子。谢谢。陈默睁开眼睛，接过了水瓶，却没有喝。冰凉的瓶身贴着他的手心，让他纷乱的思绪慢慢沉淀下来。他靠在椅背上，侧过头，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既熟悉又陌生的家乡夜景，那些曾经熟悉的街道，那些承载了无数回忆的建筑，都在视野中一闪而过，迅速变得模糊，最终被浓稠如墨的夜色所彻底吞没。他的内心没有一丝一毫报复的快感，甚至连那种苦尽甘来、扬眉吐气的感觉都没有，只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一种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后的彻底的释然。就好像一个一直背负着一个沉重行囊的旅人，在行走了许多许多年后，终于在某个不经意的转角，将那个行囊永远地放下了。那场他只参加了半场的婚礼，那场荒诞不堪的闹剧，却以一种他从未预料过的方式，真真正正地为他那段兵荒马乱、爱恨交织的青春画上了一个再无波澜、再无牵挂的句号。过去的人，过去的事，就像这窗外的夜景，无论曾经在生命中占据过多么深刻、多么重要的位置，终究都会被时间的长河、被前行的车轮远远地甩在身后。他已经不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了，他的人生早已在无数个默默奋斗的日日夜夜里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他的未来不在那个小小的县城里，不在那些无聊的攀比与虚荣里，更不在任何人的目光与评价里。他的未来在前方，在那座灯火璀璨，有无数民生问题等待他去解决，有无数发展蓝图等待他去挥洒汗水与智慧的城市里。轿车驶上高速，速度越来越快，沉默的目光穿过无尽的黑暗，望向远方那片连绵起伏、如同星海般的城市灯光轮廓，眼神变得无比坚定而深邃。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
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